Hello，欢迎大家收看科普医美新知。OK， 今天我们的题目呢，其实是很多人在意的，可是呢，很少诊所或是很少医师敢针对这个主题来讲解，因为这个主题呢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你要很有把握才可以。今天的题目就是关于苹果肌的拉提。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，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；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，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。记得，没效的才是最贵。想做要找真专业。女生都知道，现在很多男生也都知道，可是，在医学上面，像我是做颜面重建的嘛，可是我一开始听到民众讲苹果肌，我想说，Apple muscle 吗？还是说苹果肌是我们口语的说法？那真正在医学上面，我们在指的是这一区。也就是眼睛到法令纹中间的这个区域，这一块其实不是肌肉，中脸这里有5条肌肉，可是苹果肌是这些肌肉上面的一坨脂肪。苹果肌这个区域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俗称中脸的这个地方。我们的脸分成上脸、中脸、下脸跟脖子。那为什么中脸拉提它很重要？因为这个苹果肌在我们脸的正中心。我有时候用这样一个比喻，大家就容易理解。就像我们一个人的中心是什么？是胸部。不管男生或女生，我们都希望胸部是挺的，看起来有活力、有朝气。如果它今天是垮的，它是垂的，当然就不是那么美丽。一样，你的中脸在你的脸的中心，就很像你脸部的胸部一样。不管你的苹果肌是大还是小，我们希望它是挺的，而不是垂的。可是为什么很少人、很少医师、很少诊所针对苹果肌拉提这件事来谈呢？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：我们脸的拉提分成上脸的拉提、中脸拉提、下脸拉提跟脖子拉提。你知道在医学上面哪个部位是最难拉的吗？中脸。对啊，因为我都已经讲了，对不对？那哪个部位算是这些项目里面比较简单的呢？你知道吗？上脸吗？对，是上颚。如果一个医师他要进入拉提的领域的话，最容易学的应该是上脸。但是最困难的是中脸大家会很惊讶，因为中脸这么复杂，甚至台湾卫福部列出这个手术难度上面，脸部的拉提里面，它特别把中脸的拉提把它独立出来，它需要特定的资质训练。那为什么呢？中脸拉提、苹果肌拉提有这么难吗？今天我们就要就苹果肌的拉提来跟大家解释。那就像我们平常在讲的，所有的医美整形项目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仪器、注射微整、微创跟手术这4个部分来讲解。但是首先我们要讲一个仪器，仪器在做中脸拉提，不管是电波、音波，它在中脸拉提的角色其实是很弱的。你用电波、音波，你有时候你会发现，你力量打得再强，它的拉提效果就不是很理想。怎么做呢？他就会觉得它的苹果肌就是垂垂的，或者是有些人我把能量开很强，达到了溶脂的效果，你的苹果肌变小了，可是它却还是不见得有挺立的效果。所以在中脸的部分，苹果肌的这个部分，仪器的提升，我们直接先把它剔掉，因为在普遍医师认为之中，用仪器来拉提中脸的效果是最差的，我们就先仪器就移开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就是苹果肌的拉提，就是一个是注射微整，一个是微创，另外一个是手术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在讲这个之前呢，我们现在讲一下中脸的构造。为什么在医学上我们认为中脸拉提它是特别困难的？我们看看这张图，这个是什么图？脸上一条一条的疤痕、刺青。赛德克巴莱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脸上的韧带啊。我们脸上的韧带有非常多。什么叫做韧带？韧带指的就是把我们脸的这些组织固定在脸的骨头上的构造，就叫做脸部韧带。讲得更容易懂，就像我们今天一个房子，你要撑它，把它撑起来，你要靠的是什么？梁，还有柱子，你才有办法 hold 住这个房子。你的脸今天要 hold 住，就要靠你脸的韧带。随着这10年，人们在这个脸部解剖学的研究，我们又发现了好几条脸部韧带，以前都没有发现，你们觉得好奇怪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当然医学的进步，再来显微医学的一些进步，还有很多核磁共振一些活体的研究，因为有些东西、有些构造是在活人身上
上比较明显的。但我们平常在做解剖的时候，你不太会抓活人来解剖嘛，对不对？有点可怕的。这几年我们发现，原来脸上的韧带有这么的多。大家请注意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发现中脸这个地方有很多条？事实上，这几个名称，甚至有些老医师他还没听过。他可能印象中就只有眼眶固定韧带、颧弓韧带、下颌韧带。事实上，你看我们中脸有这么多个韧带，因为有这些韧带的存在，把脸分成一区一区的，就很像房子，它是有墙壁的，把这个房子分成一个一个房间。那我们的脸不是分成3层吗？浅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。中间是筋膜，深层有深层脂肪垫，所以浅层的皮下脂肪，你看它被这些韧带在中脸的部分就分成这好几块。这张图是深层的部分，因为这些韧带呢，还有肌肉的组织，把我们的深层的部分分成好几个区块。请注意区块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哈。我们的中脸在你看来，这不就一坨肉，就是苹果肌吗？可是你去看，有很多的人他年纪老了。它随着它老化，它开始有出现泪沟，它开始出现眼颊沟，它开始出现猫咪纹，它开始出现法令纹。你会发现这些脸上一条一条的沟、一条条的纹，它其实对应出来的往往就是这些韧带的位置。所以我们的中脸被这些韧带分割成好几个区域，所以它并不像你想象中的。它就是一坨肉而已。事实上，你看起来表面是肉，但它底下的构造非常的复杂。到现在很多医师都搞不清楚哦。再加上它除了被这韧带分好几区，它又分成好几层。你可以想象一个立体的构造。因为它很复杂，所以它在做提升的时候，也往往不像你想的那样。所以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苹果肌的提升，用微整。注射的方式，不管你今天注射的是脂肪，或者是玻尿酸，或者是其他的填充物，我们很常听到一件事，告诉你说，我们可以借由打中脸的某些区域来改善我们苹果肌的下垂，我们可以借由打苹果肌的位置来改善法令纹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不要被话术了哦。我们按照解剖来看，我们最常在做苹果肌拉提的最常打的区域是这一区，颧骨上面这一区。很多人说我打这个地方，你的苹果肌就会上提。那有些人就是我打在苹果肌的这个地方，你的法令纹就会减轻。可是事实上，很多时候你刚打完的时候，你看镜子，真的也有挺上去了。可是我们不管在做什么疗程，很重要一件事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看的不是当下。就像我常常在讲说，你用线拉完，哇，当下很有效。你今天做完电波、音波，给你看半边脸，当下很有效。各位，你回家拿吹风机吹自己的脸，吹15分钟，当下你吹的那一边也会很紧啊。但是当你换完衣服一出门，它就掉下来，没有意义嘛。所以我们要看的是它后面真正的效果。国外的教学的网站，他们在讲说，用填充的方式来做提升。那最常填充的位置，一个就是这里颧骨这，另一个就是打在苹果肌。刚打完其实很好看哦，可是你真正去看它，我们直接看它几个月以后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它提升的效果非常有限，但是它的颧骨却变大了，然后它的法令纹没有因此得到任何的改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刚刚说了，我们脸上这有韧带，有眼眶固定韧带，有颧弓韧带。有咬肌前韧带，还有这里还有一个这几年发现的我们的面横韧带，这里还有一个面中眶隔。这些韧带、这些眶隔把你的脸分成一区一区的。那我刚刚说了，我们最常打的是颧骨这个位置、苹果肌这个位置，打在这些位置上面，它表现出来就是这个东西，它就在这个区域里面，它并不是真正的拉提，它真正的效果就是什么？它就是鼓起来 ，tenting， 就像搭帐篷一样 tenting。因为它鼓起来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错觉，觉得它是不是提上去的？但是我们从结果上看得出来，它事实上它不是真的拉提，它并不会真的平移上去。有实际上的研究，2019年、2020年跟2021年分别都有研究论文，他们就去做实验，不然它是在核磁共振上，或是它在活体上面，他用大体老师他分别注射完以后，他用3D 扫描，或者呢有的是用核磁共振去看是不是真的有往上拉提，结论都是没有的。他们的结论是什么？像这样用注射来达到拉提的效果，严格来讲，改善的是视觉的效果，而不是
真的往上提。什么叫视觉效果？你把凹陷的地方填起来，改善的是凹陷，所以你看起来会比较年轻。那它改善的不是下垂。再来第二个，你把它填起来，它鼓起来，你会以为它是上提，事实上它只是蓬出来。第三个就是通常在最鼓的那个点会最亮，就像我们在化妆上会用这个原理嘛。对。哦，有的打阴影啊，看起来就要凹下去的感觉。打亮的它就好像鼓起来感觉一样。那最鼓的它会最亮，你就会有错觉，就它好像是上提，可是它其实没有真正上提的作用。所以为什么我常常会接到客人，他会抱怨之前诊所说，哇，他跟他讲说打苹果肌，然后法令纹会上提，结果他发现没有，因为注射。处理苹果肌，它并没有办法真正让整个苹果肌往上提，所以注射上提苹果肌它的效果可能不是很理想。有些人都会说，那注射还有一个方法哦，他就说，那打消脂针呢？打消脂针。我们看这是国外一个网站，你看了打完好像比较年轻啊，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它下垂苹果肌的这个地方，你会发现其实它还是垂的。请大家弄清楚一件事情，消脂针它的作用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消脂肪，它没有办法收紧你的组织。这也有很多篇的研究论文它会告诉你说，消脂针打完你皮会比较紧，不会哦，并不会。所以打完消脂针，你的脂肪会变少，可是苹果肌下垂的部分会因为消脂针的上提吗？不会。很多人他的法令纹上面会有一坨这样的脂肪，这一坨脂肪怎么回事？它其实是苹果肌往下滑了。当它往下滑的时候，你的肉就会堆在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法令纹上面一坨肉，那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错觉，那我是不是打消脂针它就会挺上去？其实没有，事实上有更多的人他在这个地方打完消脂针之后，他脂肪溶了没有错，可是他这个地方就很像一个气球，它泄了气之后它变得更松，消风啊，对，消风了，它变得更松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坨肉在那，它苹果肌还是垂的。所以你用注射微整处理苹果肌，不管你是用填充的方式，你用加法，或者是你是用减法消脂针的方式，对苹果肌的拉提有没有效？坦白说，效果不是很 OK。接着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件事，我们在讲微创拉苹果肌。微创拉苹果肌当然最主要的项目就是什么？用线来拉。那用线拉苹果肌，它有没有作用呢？它有没有效果呢？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。可是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件事情，我们刚刚说过，我们的脸它有相当多的韧带，就像这个图一样，这里就是浅层皮肤跟皮下脂肪，中间这一层就是所谓的筋膜，它以下呢就是深层的部位。你会发现这每一层之间，它靠着韧带去连接它，就很像一个房子，柱子贯穿每一个楼层。那我们今天用线去拉它的时候，事实上你就必须要穿过重重的阻碍。你要想象啊，假设你今天拉线是这样一条直的线，你的线呢穿过一层一层的墙壁，就很像一个铁链，穿过这个墙壁。我的目标是2个房间以后的一块东西，我这个铁链穿过这个墙壁，啪啪啪，哦，力量很强，穿过2双墙，你在拉它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它的效果已经被墙壁挡掉很大一部分了。我们再看到，这是另外一篇研究论文了，它在讲我们法令纹上面的这每一个区域，它的横切面。你看这中间这个紫色就是中年的这个眶隔韧带，你看起来表面是一片的，可是底下是这样一层一层的一个构造，然后被我们这些韧带、这些眶隔都把它隔开来，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墙壁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拉线是这样直进直出的方式，你的铁链穿过这些墙壁，它的效果一开始，好像拉得动还不错，但很快的。它的力量就会衰减，所以你会发现很少人会去强调说，哇，我拉线拉苹果肌效果多好。还是回到那句老话，当下做完都很好啊，不要说几个月以后，很多人1个月以后就没效了。我们要看的是后面到底有没有效，那才是真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这个3D 动画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已经在很多国际会议上把这个方法，这其实就是我们的3代8字的方式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线是环形的。然后呢，它是走在筋膜下面，红色是我们的筋膜，它有一个一个的墙壁挡住。可是因为它是环形的，我们走在它的下面，走在这个下面用环绕的方式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呢，如果你这个线你穿过这个墙壁，你的线力量会被它消减。那我这个铁链，我穿过墙壁之后，我在那边绕一圈回来。
它是环形的，我借由我这个铁链这样来回的去收紧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控制我这个拉的力量？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直直的线穿过这个墙，你怎么拉？你会发现你的线的这个力量会被墙壁抵消掉。可是当它是环形的时候，我来回这样一个一个圆圈，一个一个 loop， 我们这样去环绕，它对于处理中眼的效果就非常的好。什么叫非常的好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很多人啊，他这个苹果肌，很多医师也很困扰。他最难处理就是苹果肌下垂的这一块。我们用环形的方式处理，我们可以把这一块下垂的部分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。我们再看这里，你看为什么我们老化的时候这里会多一块肉，而这里会凹陷下来？因为下垂了。那我们用环形的方式处理，把这一块下垂的苹果肌把它往上拉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第一个，你的苹果肌变挺了；第二个，你法令纹变浅了；第三个，你中脸苹果肌凹陷的部分同时也改善了。我们再看，这是另外一个案例，特别是有一些部位，有一些人他会说啊，这个拉线拉不到哪里？鼻翼旁边的这一块。传统你用直进直出的方式拉不到，因为这个地方的韧带特别强韧。这里有一个韧带叫 maxillary ligament， 就是上颌韧带，这是2012年 Mendelson 这位学者他发现的一个韧带，在鼻翼旁边这个韧带。一般直进直出的线遇到了这么强韧带，它就无法解决。可是用八字这种环形的方式，它就可以得到很明显的改善。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手术。手术拉提苹果肌，手术拉提苹果肌其实是很困难的一样技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脸这个地方，它不止韧带多，它的表情肌非常的复杂，它的神经走向非常的复杂，然后这里还有一多列的血管。偏偏啊，我问你啊，我们脸最垂的地方是外侧还是内侧？内侧。内侧嘛，对不对？偏偏它是最垂的地方，所以有很多人他做完手术之后，他觉得哇，外侧紧得要命，内侧还是一样垂，非常常见。所以中脸拉提，我刚刚前面就提了，它其实是拉提外科的一项修炼。做中脸拉提在以前很常使用一个方式，就是从眼睛这个地方开。这个方法好不好？也不错，但是它有它的局限在，我们要慎选 case。 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其实呢就是开眼袋的方式，从这边打开，然后呢进去做一个拉提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我们脸这个地方不是有韧带吗？因为眼睛这个地方哦，伤口比较小，就跟眼睛一样宽，所以一般而言，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开，这个眼眶空间打得开的。可是问题是下面这些韧带它打不开。首先，我们眼睛这个位置，你没有办法说我把眼睛拉开完还得了，醒过来眼睛也裂开这么大，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它的伤口就是得要这么小，所以我们从眼睛下面这个地方开的话，它最主要能够处理的范围大概就是这一区。如果你今天苹果肌下垂是偏下面这一区，靠近法令纹的这一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用这个方式它的效果不是很理想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医师跟你说啊，我开眼袋的时候，我可以顺便把你中脸吊上去，他很开心嘛，有人多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做完以后你会发现，好像法令纹改善很有限。所以请大家弄清楚一件事，从眼睛下面做苹果肌拉提，它最主要拉的是上半部的苹果肌，下半部靠近法令纹的苹果肌它是拉不到的，它是拉不到的。第二个就是，如果你的苹果肌很大的人、很重的人，你从眼睛这个地方去开，要小心，一个不小心会怎么样？会造成眼袋外翻。为什么？太重了，就会把你的眼睛往外扯，像对，像做鬼脸一样。所以手术拉提苹果肌，从眼睛开，只能改善上半部的苹果肌，下半部针对下苹果肌，针对我们的法令纹，效果是不好的。那手术拉皮呢？很多人都以为手术拉皮是最强的，它一定可以改善我们中脸的问题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之前有好几集的节目我在介绍手术拉皮，欢迎大家回去看哈。我们最近最新的这个在讲手术拉皮的分类，我觉得那一集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如果你对手术拉皮兴趣，你一定要看那一集，那一集我真的觉得很棒哈。我们手术拉皮里面其实分很多种，不管你今天你做的是传统拉皮单层次的，或者你做的是10几年前的筋膜拉皮，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他们最主要做的区域就是这一区，就是眼角以外的区域，眼角以外的区域，他们就是借由扯眼角外面的这一块来改善你的内侧。但是问题来啦，我刚刚不是说
我们的中脸的韧带最主要一个在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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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在这。你会发现这个做法基本上它的力量大部分都被我们这些韧带挡住了。它是间接的拉提，所以很多用这种传统拉皮方式，或是用一般的筋膜拉皮方式在拉的时候，它刚做完很理想，有的做完几个月，有的做完1-2年、2-3年，它的中下脸就跟没拉一样，它的苹果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少医师他在做手术拉皮的时候，他敢强调他的中脸拉提力量非常强大。可是现在我们这种3层次拉皮 extended deep plan 的 radiectomy 我们不随便乱取名字，我们讲真正在医学上的名字是这个。但是我每次都讲一段英文，大家很难念，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3层次。3层次拉皮它真正做的范围，它做到了内侧。它做到靠近我们的鼻翼旁边，它做到我们的嘴巴旁边，所以真正有一些老医师啊，你如果去问他说我们拉皮是不是做到内侧，他说没有啊，都是做到眼睛外侧这里而已。不是的，现在是可以做到内侧。做到内侧它依什么？我们可以直接肉眼看到你苹果肌里面发生有什么事。对于有些人他苹果肌下垂，这里有一块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平移上来。原本有猫咪纹的人，他平移上来的时候，他的苹果肌下垂改善了，他猫咪纹也改善了，他法令纹当然也改善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标准一个老化的象征。你看到什么？他的苹果肌下垂了，所以压出了我们的法令纹。你看到什么？它下垂了，它的猫咪纹变得非常的明显。你看到什么？因为它下垂了，所以它有全带的问题。经过3层次拉皮之后，我们做到内侧，你可以看到它苹果肌上去了。它猫咪纹同时改善了，它的苹果肌就是挺立的，它的全带也改善了，一样的道理。看到刚刚那个是一个男生，现在是另外一个女生，你看到什么？它苹果肌下垂了，下垂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它的中脸苹果肌很凹。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赶快填，赶快塞，这样真的对吗？你想想看哈，它已经是一个松弛的状况，你再填东西进去，刚开始它是饱满的。可是它是松的，它根本 hold 不住你填的东西，所以你填进去的东西反而是一个加速它下垂的因素。这种状况，我们做3层次，我们把它的苹果肌往上提，你发现一件事，它的苹果肌下垂改善了，然后我们没有填任何的东西，它的苹果肌也比原来饱满。事实上有一个研究，他们研究3层次拉皮，它术后去做3D 扫描，它的苹果肌在做完手术之后，它没有填任何的东西，但是它的体积会平均增加1cc 到1.8cc。你不用填任何东西，只是靠拉提而已，它就会上去。这跟传统不一样，传统如果你是从往外用扯的，你的脸都是扁的，好，是不一样的哦。这是另外一个案例，你看很多人他会告诉你靠近鼻翼旁边这一块是无解的，可是3层次拉皮因为它会直接做到内侧，所以你看到它的苹果肌上提之外，大家很多人最讨厌鼻翼旁边最深的这一块，它都可以改善。而且3层次拉皮因为它已经做到内侧这个地方来了，它既然已经做到这个地方来了，你会发现它不仅把苹果肌上提，我们可以把边缘这些多的组织拿掉之后，再从这里直接拿来填这个凹陷的部分，拿你不要的组织来填你凹陷的部分，直接填到这里来，因为我们已经做到这来啦。我们再看，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，这个在以前啊，在古代就是安慰他算了，年纪大了就这样吧。因为中脸太难做，可是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的把这一块下垂的苹果肌把它变成挺立，这绝对是同一个人，你看他的鼻子就知道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苹果肌下垂改善了，这个苹果肌就是年轻人的苹果肌，它是挺的。我们把这个下垂的这块苹果肌重新复位，它变挺了，所以它的苹果肌没有这样垂之外，它这个凹陷也改善，然后它的全带也改善。而且因为我们都已经做到这了，你看这个细纹在以前是很难解的，我们现在可以把多余的你不要的筋膜直接拿来填在，直接拿来塞在凹陷的细纹上面。你可以看到马上年轻非常的多，一样的案例我们有非常的多，欢迎大家可以来询问我们。讲了这么多，给大家讲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？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要找专业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。好啊，如果你分享给朋友，你跟我们说，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哦。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，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今天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
因为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要找专业哦。